我是当下的医生 Luna， 这是每天早上离上班时间只有5分钟的我。咦，我刚充了月卡的小蓝车都去哪了？经历了无数个找不到车的日夜，我忍不住吐槽：老师，有没有觉得最近总是找不到共享单车？没有啊，我们家附近挺多的呀。最近每次上班出了那个地铁站就很崩溃，就是没有车，就是找不到我想要的那个牌子的车。为啥同在一个城市，有的地方能轻松用车，有的地方却车道用时方很少啊？根据沪交运2021年的数据，目前投放在上海的共享单车约有90万辆，而日均需求量在430万左右。哪怕不考虑一辆车能被反复骑行，都能为5个人摊一辆。这么多单车，怎么有地方还会找不到车呢？作为一个一言不合就追到天涯海角的频道，我激情下单了一堆定位器，看看能不能从单车的运动轨迹里找找线索。我用单车的时候，最主要就是通勤，家到地铁，地铁到公司都有一段距离。周末的时候去美术馆啊玩啊，可能会去滨江那边。好，那就选小区、地铁、滨江这3个点，并持之严谨的实验精神，每个点追踪3辆车，最后取一个平均值，更准确一点。真的严谨吗？就是稍微让它严谨一点点。现在是早上的5点11分，我们现在准备去装定位器。啊，崩溃了！最后一个，全部装好了。接下来就是蹲。蹲点的第一天是一个工作日，我在人流量非常大的汉中路地铁站南侧的一个停车点。8点05的时候，地铁这边的第1辆车动了。这个 GPS 显示它现在离我们是700-800米的样子。哎，那应该就是那个写字楼吧？对，我们要不去看一下吧？我骑过去后发现，真的停在一个非常繁华的写字楼下面。如果你是广告从业者，应该看得出来这是哪里了吧？找到那辆车后，我就坐在旁边的马路牙子那边继续的蹲。我在这边蹲点的时候，地铁出发的另外2辆车也被骑走了，基本上都是定位器装下去不到15分钟就动了，是3个地点里面最快的。高峰期边上总是不会错的，这是最早的18年的时候的一些调度方式了。这个地方的车5天没人动了，我就把它扔到地铁站边上。第一次蹲点汉中路地铁站这边，它算是上海比较繁忙的一个商务区之一了，所以这边早高峰单车的路径总结下来就是平平无奇，无非就是打工人完成他们上班路上最后1公里的通勤。而单车公司在这样一个点位的布局，就是最容易获客、最不会出错的一个投放策略。来看下一个地点，小区口。这个小区是在内环和中环之间的位置，不是很偏，但离上海最繁华的商圈都有一定的距离。3辆车都被骑走了，现在来看他们的位置在哪里。第2辆和第3辆骑到了一个地方，市北高新工业园区。要不我们现在去那个工业园区看看吧。我靠，这车也太多了吧！这都不是早上骑过来的吗？我之前做调度策略的，就不要 Q 我的名字。那种工业园区正常情况下其实是有蛮大的潮汐的。这个我知道，早高峰的时候，大家把车从地铁站骑到公司，就像涨潮；下班时再把车骑回地铁站，就像落潮。这就是共享单车的潮汐效应。对，但是那个公司处在的位置又并不繁华，它可能白天一天都没有人再去骑它。这是为什么我们会要调？就如果你不管它，它永远会把一个地方的车骑空，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堆积，每个人找车的那个难度都会提升。小区的这次蹲点就可以明显看出18年单车公司这种粗暴的投放方式的一个 bug。人流量大没有用，潮汐效应让单车涝的涝死，旱的旱死。
如果没有人工干预和调度，而你也需要这样在早晚高峰通勤用车的话，可能只是稍微出门晚了一点就找不到车了。而从单车公司的角度来说，潮汐车辆一天可能被骑个1-2次就被丢在目的地不动了。大家都觉得上下班的潮汐是共享单车的那个核心订单来源，但是如果只有它，还是很难养活一家共享单车公司。我们会更 prefer 它一个人流的流动性更强的一个地方。正好我选的最后一个点就是热门打卡地滨江，这里靠近一众以西安美术馆为代表的艺术中心，前面就是自行车道，后面还有咖啡馆，正好适合蹲点。现在已经2点了，那车还是没有动。滨江这边真的，我们蹲了整整一个白天，3辆车都没有被骑走，眼看着真的就是太亏了。但是从傍晚开始，3辆车就像爆发了一样，不停的转，主要就是周边的什么景点啊、餐厅，什么滑板公园啊、巴黎春天、凯特新茂，最后反而是滨江这个点位，单车被骑的次数是最高的，平均下来被骑了6次。停到美术馆边上，然后可能要过几个小时才被骑走。但是美术馆被骑走的，它基本都在旅游点位里面串，它之后下一次被骑的概率呢，反而比地铁站骑1小时的概率要高。因为共享单车按次计费的机制，一辆车自然是每天被骑的次数越多，越能回本盈利。这就是为什么19年开始，单车企业在资本退场之后，就开始逐渐看重停车点的再骑率。另外一方面，这种景点休闲场所相对多的地方，这个用户不持卡的概率也会高一点。如果你是每天通勤的人，你100%买卡了。好家伙，还能这么玩！优秀的再骑率和高频的付费用户，妥妥的让旅游景区给共享单车企业带来更好的财务回报。根据我们掌握的线报，一辆单车的固定成本，也就是生产制造的成本，大概是600块。每年的非固定成本包括维修、营销、调度等等，大约占固定成本的20%到50%。按每辆车使用2年的寿命算，一辆单车每天至少要背负1.4元的 KPI。以我追踪的这辆从滨江出发的单车为例，它在一天被骑了6次，以1次1.5的价格估算，它妥妥净赚7块6毛。不过如果投在旅游景点这么赚钱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吃力不讨好去做小区口和地铁口的投放呢3个玩家的各不一样。Hello Bike 呢要求生存，像滴滴呢是要通过这个保护住它整个出行的版图。那美团对它来说品牌露出那个作用还是很大的。这个就像我们说的流量一样，别的行业是线上的流量，而共享单车是一个天然的线下的流量。线下的流量从哪里来，就看你有多少车。看来一个地方是否有车，还要看这里能不能给单车企业带来足够的收益，要不就得保证再骑次数和再骑率很高，要不就得自带流量。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当我以为我快要剪完的时候，本片最大的高潮出现了。来，让我们回到现场。现在已经是中午快1点了，然后我发现早上的这辆车它依然停在那个位置没有动，所以我现在就打算重新去那边再继续蹲一下。来调度车。师傅，这些车是运到哪呀？这个日月光的一个大场地，拿去消毒，消毒。我的车在上面，看，天哪，它能开哪里去了？我现在已经坐上了车，现在就是沿着它的路实时追踪。全景图上看了一下他们现在这个位置，一块很大的空地。现在已经跟着定位器到达了图上的这个地点。哇！这是不是我们刚刚那个调度车？现在打算进去看一下我们的单车在哪里，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天哪，真的有好多车，就从那个仓库里溢出来了。有一个师傅在搬，进去看一看吧。师傅，可以问一下这里是哪里吗？这车辆走转。这个车是拉进来拉出去啊。我看他拉的就是一个政府提供的统一的地方。你看到这种3家的车都在一起，而且车是会堆叠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地方100%是一个第三方的地方，因为没有任何一家共享单车公司会允许他的运营人员把车以这种方式去堆放。师傅你好，打扰一下，这个车是现在是要拉出去调度吗？对，它是城管收的车，有的车子在路面上影响别人那个停放啥的，统一把它给收进这里来。看来我们找不到单车，除了可能是错过了大部队的潮汐，或是企业出于盈利考量将车投在了再骑率更高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因为政策限制导致车辆被清运走了。等一下，还记得这个吗？拿去
其实我们当时在现场也找了一下有没有消毒的地方，但是好像看了一圈就只有那2个仓库在。这个事情确实就不是很好说哈，有可能有的时候其实是城管的人，因为他可能不希望市民知道这个政府在扣车，所以他们只是出来说是消毒。现在其实政府的管控还在一个不断发展的阶段，它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监管部门，市政府在管，区政府也在管，街道也在管，它也没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监管要求。有些城市甚至不会告诉你说，你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投车，而且是要你要交钱把车赎回来的，就你不给政府交钱，这个车就只能堆在那里。我们在18年的时候做过一个单车逢场的选题，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防城2家单车大战，把车堆得到处都是的场景。在这次的调研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其实作为消费者，我们以缴税的方式支付了公共空间的使用费，同时也向单车企业支付了骑行费，但是单车服务商却未向政府支付在公共空间停放单车的费用。所以政府这种将违规车辆拉走，要求缴纳赎车金的做法，从城市规划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在把之前应得的场地租金给收回来。共享单车这个行业它有一个公共属性在的，自由市场竞争这个环境有的时候给这种共享单车带来的不完全是优势，用户的角度跟政府的角度和公司的角度它都是不一样的，它是不同之间的一个博弈。到这里，我们的单车之旅就结束了，也谢谢你看到这里。我是本集的编导 Luna。其实，在最开始做这个题的时候，我想象在未来算法会完全取代人工，成为调度所依托的主要指标。但是和调度专家聊完后，我发现其实很多现实情况是算法无法评估的。作为人类，我们虽然没有算法这样的算力，但是我们的经验和灵活度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能不能找到车，我都觉得很庆幸在城市里能有共享单车的存在，因为它确实承载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其实，在当下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共享单车的小分队。你会和你的朋友骑车在城市里漫游吗？你在使用共享单车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境吗？欢迎在评论和弹幕与我们分享。最后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等等，我们的周边已经上线了，大家可以某宝搜索当下频道周边，尽情选购。欢迎光临，请随意挑选。